捉迷藏玩法的话，可能将在8月31号，也就是新赛季的时候下线。这个消息的话来自夜莺小姐档案馆，感觉这个消息的可信度还是蛮高的。虽然说官方目前暂时没有回复捉迷藏玩法后续是否会常驻，但是参考此前噩梦指引玩法，应该还是会再上线的。然后讲一下我这几天体验下来对该模式的一些看法。首先是体验比较差的地方，第一个的话是求生者的一个送死问题啊。现在每天的话基本都能遇到一些开局送死，然后说越猎求生者，这无论对他的队友还是监管者方都是很影响游戏体验的。我明白他们一部分人可能是因为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，但是多少也是对双方造成不好的体验。然后就是游戏自身的问题，有许多监管者无法单人处理的一些无敌点位，诸如鸟笼还有女神像那些，外加求生者还有魔术棒等强力道具，监管者如果想单做的话是没有太好的一个应付手段的。然后就是一些 bug 点位，虽然说目前已经修复了很多，但是类似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。此外还存在部分点位的一个落地判定问题，就是被污泥砸中后的求生者落地点的话可能会缩在监管者视野之外。再然后的话就是刀器判定的一个问题啊，这个的话不太好说，我监管者玩的比较少，也可能是因为视觉的原因，但确实会有多少影响判定。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污泥判定的问题，有时候相差一点点就是砸不出来。另外呢还有部分点位的一个空气墙问题啊，这个的话导致浪费了许多污泥，还有一个对求生者位置的判断，这个的话也是让不少人头疼的地方。最后的话还有就是求生者魔术棒道具的问题，除了这个道具很强力之外呢，其缩点有时候很无解，在一些建筑遮挡情况下使用，很容易就拉开很大的身位，这个对于游戏的平衡性来说影响是极大的。虽然说监管者有狗子可以定位，但是对于会玩的求生者来说，在有建筑遮挡视野的情况下，他们可以保持一个拉点的状态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监管者道具的问题，比如机关墙，在使用风眼的高级时装的时候，机关墙的话是会跟随时装改变的，但是黄衣之主的出手就不会啊。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在使用其他角色的时候也不会改变机关墙。个人觉得既然有这些高级时装，还是希望能够像联合狩猎那样改变手厨道具外观的。以上的话就是个人目前体验下来总结的一些不好的地方，然后再来说一些好的方面。这个模式的话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玩的，虽然说目前已经出过了不少娱乐玩法，但是这个模式是我玩的最上头的一个。它没有那些角色花里胡哨的技能，看似是躲猫猫，但是其实也融合了第5特有的一个追击博弈在里面。对于玩家来说，不需要去考虑角色一个熟练度，一些平常不常玩的监管者，又或者是一些好看的时装，都是可以在这个模式里面拿出来的。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模式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是哪些呢？另外还有就是对该模式后续一些期待，比如监管者这边能够有新的技能可以选择，又或者是对一些无敌点位的调整。最后还是希望这个玩法能够常驻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